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件致命之花由任玉女士亲手创作，所得善款将全数捐赠。好，下面开始竞拍，50万，50万，80万，80万，80万一次，90万，90万，90万一次，100万，100万，100万一次，100万2次。我们刚刚接到乔氏总裁乔一元先生特别指示，无论成家价多少，他说都愿意双倍拍下，为他的太太拍回这部最心爱的作品。他说人生海海，只有与你共度余生。好，下面竞拍结束，宴会开始。恭喜乔太太，好久不见。这乔太太真是好命，画廊里都是名师大作，乔先生的宠爱，真是让人羡慕。她是李总的小情妇，琼太怎么没把人看好，让他来抢戏？权贵社会最讲369等，婚姻是利益的信用证，在太太圈，谁让情妇登堂入室，谁就是笑话。我记得我今晚邀请的都是正室，好像没有你吧？有太太没到，那空的位置总得有人补上吧？这位小姐，我这里是画廊，不是夜场。拿着别人的邀请函进来，这叫偷；在主人的场合不自量力的竞价，这叫僭越。把定制的礼服改得失了分寸，只会让人看出你不懂什么叫场合。在这里，身份和教养才是通行证，而不是所谓的腰臀比。哼，任玉，真把自己当女神了。没有你老公算什么？一只下不了蛋的母鸡罢了。这里是太太们聚会的场合，把不知道哪儿来的阿猫阿狗请出去。真能留得住男人，才叫真本事。不好意思各位，一点小插曲，我们宴会继续。就是它，拿走吧，很适合放在我厕所。你是谁啊？这是乔先生拍给乔太太的。我是谁？我是乔太太，乔一元的太太。谁啊？刚刚是谁说在这里身份与教养是通行证啊？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肚子才值钱。他给的戒指，给的陪伴，给的时间，比你这太太的空名实在多了。照片拍得挺好的，可惜不值钱。至少这个肚子很值钱。那就孩子留下你走。你算什么身份？敢替我和我的儿子定生死？前一阵子，乔一元的乔氏集团债务重组，真的假的？你们不是已经办过手续了吗？你不会真当成是假离婚了吧？给乔一元打电话。任玉啊，这都是律师的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你相信我，等风头一过，我们就复婚，好不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各位，接到乔先生通知，即日起玉光画廊租约解除，场地收回，请各位马上离开。谁敢动我的东西？乔太太，别再丢人了。这几幅挂在你画廊里的名作，你真以为是乔一元砸钱给你拍回来的？这些啊，都是我从深圳画工那儿订的仿品。至于那句“人生海海，我只想与你共度余生”的纪念日宣言，也是我从网上抄来的。唉，这一手好牌守不住啊，就只能看别人推牌进门了。装再多教养有什么用啊？规矩这桌上还得看谁能添张。咱们这个圈子啊，就是这样，甭管你是清一色还是13幺，一把过后就得重新洗牌。那你们说这乔太太还能重回这牌桌上吗？
任翠华。你认错人了。嗯。还要花多久啊？我还要赶下一场呢。时常这样，更有味道。你想干什么？我不加重的。那加点别的。你放开我！我叫人了！我叫人了！装傻！来，出来！谁？谁？谁？滚出去！付出去了！我。画的什么丑东西啊？刚刚那个男人画的我。你不是去做美术老师了吗？怎么还当上人体模特了？你不是去做豪门太太了吗？怎么又回到穷人去了？被小三登堂入室了。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按部就班的上大学、考研，我呢，则去当了豪门的阔太太。我这一路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你最清楚。所以现在出了事，我能找的人也就只有你了。我本来是可以收留你的，可你刚刚打跑了我这个月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不是来请你收留我的，我是来邀请你的。想不想来我的世界看一看？乔一元和他的前妻有一个儿子，10岁。没事。你好，我叫秋秋，是新来的美术家教。铁打的混世魔王，流水的老师。要想堂而皇之的进入那扇门，请进。做家教是最简单的路子，真相往往藏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地库、鞋柜、脏衣篓，甚至宠物都能藏。车是不会骗人的，他记得谁昨天晚上来过。而一根与女主人不同的发丝，就可能会是证据。垃圾往往比日记更真实，而宠物，它最敏感。狗眼看人低，它记得到底谁是常客。不好意思啊，他怕生，你这边多来几次就好了。这边请。那些高高在上的太太们端着架子要脸面，情妇们觉得他们好对付，但他们不知道最难缠的是我这种从泥里爬起来的。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脏活都做过。要想对付徐婷，就得和他先打好关系。怎么做？顺着软肋走。王管家爱贪小便宜，还爱抱怨。你要是能和他说上几句话，王管家，顺便再给他点好处。我之前听说你也喜欢收集手串啊？对，你看看我这串怎么样？这是我妈请大师从四仙山请回来的。哎呦，四仙山最灵了，我也想去，可是太远了。这样啊，我觉得呀，这串您戴着更合适，送你了。哎呀，这多不好！没长脑子还是没长手？拖鞋摆弯了看不出来吗？一个比一个废物，再干不好都给我滚！您最近也不容易吧？我每次来都听到太太在那骂人，是不是孕激素导致的？她就是怀孕的日子没算准，预产期压根儿就对不上。我看啊，那孩子80%……这个谢谢了。那个孩子很可能不是乔一元的，只要我们找机会拿到孕检报告，查出真相，因为你就赢了。我们不需要真相啊！这只是一块拼图，能拼成什么样的故事，是由我们决定的。明天差不多还这个时间。大福，来，大福，我。那人是谁啊？那是太太新请的孕期瑜伽教练。可他第一次来，那狗怎么不叫啊？是啊，
他不是罪人生的吗？昨天太太还特意交代，说她那蕾丝内衣要单独手洗。啊，孕妇还穿蕾丝内衣啊？就是说呀，我还见过她深夜一个人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特别低。这么说来，我前几天下课在商场碰到她了，进的是男士柜台，不会是在给其他男人买礼物吧？那肯定是啊！我上次在楼上那个垃圾桶里看到里面有一个男士内裤的小票，还是 L 码的。买内裤？先生穿的不是 L 码呀？不是 L 码吗？那你们俩，我先回去了。他买的吧？行，拜拜，拜拜。这时乔先生知道可就热闹了，肯定是他敢这么玩。发群里，发群里。哎，看手机。看看，我去，看手机，他挂啊！刺激啊，这么劲爆啊！听我们家阿姨说，狗都不叫了，她的奸夫早就上门了。肩膀放松，保持住。乔总，老公，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让人给你准备爱吃的。贵人，今天在外面听到了一些话。什么话呀？外面的那些人最爱嚼舌根了，你别往心里去。说喜当爹啊，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的。老公，我怀着你的孩子，一个人在家忍着孕吐，我都睡不着觉，脚肿的路都走不动，你信外人都不信我。先生太太，你们在家呀？我画了一幅画，想要送给你们，感谢你们给我工作的机会。8月，谁告诉你的8月啊？我是上一次听太太和王管家他们说过，我以为写上更有纪念意义。那我先回去了。老公，我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火锅特意为你准备的，我出去办点事儿。玉玉，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我今天那一刀直接捅在他的心窝子上。果然啊，男人嘛，自己出轨偷腥可以，但绝对不会容许被餐盘里的鱼刺扎破了喉咙。他几千块钱一件的蕾丝内衣买了那么多件，现在终于变成乔一元心头的刺了。怎么还没回消息？乔太太，里面请。李总，乔太太到了。乔议员那摊子事已经见底了，他的资金链随时会断。不过也不是不能够救。乔太太啊，应该叫钱乔太太。今天来是为他求情的。对，想请您拉他一把。凭什么？凭你说几句软话，还是凭他能给我点什么？凭您家里那只金丝雀 Lilian 比我家笼子里那只更招眼。李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你查我？这点钱我花在莉莉安身上，顶多算我的风流。我太太长期在国外，对于我管不住下半身这件事情，她
他不会在意的。是，这算不上什么大事，谁还没点私生活呢？但是，问题就在于莉莉安不只是情人，她还是个幌子。这些钱转到他名下的公司，看似是养女人，实则每一笔都能对得上您负责的项目开支。您带他出入酒店，看似是风流，实则是借着优惠的名义见人做生意。赘婿另起炉灶，您敢赌您太太是信您只是风流，还是已经有反心了？您敢赌您太太是信您只是风流，还是已经有反心了？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我最讨厌就是有人拿把刀架在我脖子上谈生意。你倒真是还挺有趣，这忙我帮了，拨给乔议员。谁让你打我电话？我是李云崇。啊，李总，李总好。你要的那笔钱我批了，下周到账。谢谢，谢谢李总。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谢你太太。乔议员，你还真的挺有福气。任玉，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究竟会做出哪些事情来？生日快乐！我已经好久没给人过生日了。谢谢。等一下。生日快乐呀！回家吧，每年的今天我们都要一起过的。好啊。为什么？我帮了他一些工作上的忙。帮忙？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呢？秋秋，我们只是各司其职。你散播出去的那些八卦，能让一个女人在桌上没了脸面，而我们做太太的，就需要把这些小道消息磨成桌面上的一个筹码。这些筹码有的时候能帮一个男人的公司在纳斯达克敲钟的时候少掉几个零。玉玉，我还能帮你做什么？我还可以。秋秋，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但是后面那些事情你可能就帮不上忙了。今天谢谢你帮我过生日。这段时间委屈你了，你看看，都是你爱吃的。乔总这回还真是用心呢，连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她怀孕了，闹得厉害，你也知道的。我其实也不能……如果孩子是你的，当然得留下。哦，我说的是，孩子可以留下，他不行。这段时间我也意识到，在这个家里面，能够被称上乔太太的，也就只有你了。打扰到你们了吧？不好意思啊，我落了点东西在画室，拿完就走。来，有人吗？放我出去！我要见乔议员！放我出去！议员，议员，放我出去！王管家，
乔先生和任小姐在楼下吃烛光晚餐啊，好浪漫啊！今天是任小姐的生日，她在楼下，我一定要跟乔议员当面解释。东西拿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好，慢走。议员，议员！徐小姐，徐小姐，你没事吧？徐小姐，徐小姐，你怎么样？徐明，你怎么样？生日快乐呀！这是你做的。我想让你知道，我能制造的不只是八卦。这份礼物你喜欢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这么做，难道要等他把小孩生下来吗？你明知道普拉提教练只是捕风捉影，那孩子万一真是乔议员的，徐婷就能靠孩子翻身。玉，心软只会被反咬。我没让你去这么做，更没让你替我去做决定。可你教过我呀，消息要变筹码，弱点要变武器。我走的就是你走过的路呀。我有我的原则，我没有教过你可以去伤害别人。哪有那么严重？就算没有我，乔议员已经起义了，你觉得徐婷的孩子还能保得住吗？你应该感谢我，一个流了产的女人比一个趾高气扬的情妇好对付多了。一个失控的筹码就不再是武器，而是要除掉的毒瘤。球球，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心里都记着。我其实已经替你联系好了海外的名额。你不是最喜欢画画了吗？去读书吧，换一段未来，就把过去留在这里。真的吗？当然。球球，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当然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100万2次，100万3次，成交。恭喜乔议员先生拍下浮光。据我所知，这是乔太太最钟爱的作品。乔先生，有什么想对乔太太说的吗？这幅作品《浮光》，就像我和我太太的感情一样，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即便被岁月、被风浪反复的拍打，却依然在水面上映射出不灭的倒影。所以这幅画呢，我送给你，我的太太。很多人觉得乔太太靠的是美貌，靠的是运气，但其实美貌是会褪色的，运气也是会消失的。女人能一直坐稳一个位置，是哪怕有一天那束光不打在她身上，可是她的心里也依然有一盏不灭的灯。这幅浮光我特别喜欢，谢谢你，我的先生。真爱。徐婷小姐在外面，她坚持要见乔先生。我知道了，我有事出去一下。接下来我们竞拍的画作是让我再见乔议员一面，就看一眼。这是乔议员让我给你的。什么意思？他认为我的孩子只值这一袋化妆品？不然呢？任玉，你以为你赢了吗？他身边多的是比你能生又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有钱人不就这样吗？做人有爱，做爱有人。你说的对，是会有更年轻更漂亮的，但是这个位置对你们来说是捷径，是搏一把的赌局。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我拼了30年，我流过的泪比你喝过的茶都要多。
我到现在，我才把我的名字定在了这个位置上。你拿什么跟我争？而且，我当初给过你2条路，是你自己选的第3条，那就不能怪你这条路走到了尽头，没有退路了。太太，要找人把他清出去吗？徐小姐认得路，回去把身体养好。梦醒了，账也该结了。这个是我给你的，闹了这么一出戏，你配得到一个可能你自己配货3年你都买不来的一个包，就当做学费了。我们女人可以争，但是如果摔倒了，你不能怪这个世界，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结局。其笔墨神韵，反而在时光的沉淀中更显温润。这幅望海的星空，竞拍底价50万，110万，110万一次，150万，150万一次，150万2次，还有没有？200万。我马上就来，我稍微透口气儿，等我一下。老公，你怎么在这儿？阿玉啊，是这样的，以轩呢最近画画特别的不认真，我呢跟秋秋老师请教请教。乔太太，您别误会，先生就是关心孩子的学习，多问了几句。我正好有事想找你，画廊那边有点资料想整理，想请你帮个小忙，可以吗？阿玉啊，秋秋老师是家教，不是你的助理。没关系的，乔先生，我很乐意。像我这种人，小地方出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以前身边有人命好，挤进了豪门圈子，做了太太。可我不行，我只配教教画画，混口饭吃。这事儿说起来是我的错，毕竟是家庭教师，早就应该让你住进来的，这样更方便随叫随到嘛。你说呢？都听你的，听你的。你为什么让我住你家？方便家教嘛。不过住进家里有3条规矩你要记住：第一，不要上2楼的主卧；第二，不要发朋友圈，不要拍照，手机静音；第三，不要越过我去找乔一元。我们是雇佣关系，我是甲方，你是乙方。谢谢你的提醒，你放心，有些课程我比你擅长。你今天真好看。是吗？我今天生理期。真的。王姨，我生理期肚子胀，出去走走。住进家里，不要越过我去找乔一元。
怎么，刚回去又被赶出来了？小瞧谁呢？我听说你把你丈夫的情人带回家了。怎么，不合规矩了？我见过狠的，但没见过这么玩的。欲望社会，赌不如输。不怕引狼入室啊？把人放在我眼前，我才能更清楚地看明白。而且，我得先搞清楚这乔一元到底是动了心，还是动了色。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他要只是动了色，那对方就是蚊子血，一巴掌拍死就行。但如果他是动了心，打蚊子是用不着大炮的，但如果对方是老虎，我总得留几发子弹吧。所以你把那个女人留在乔一元旁边，就是为了知道她是否动了情，顺便替我履行夫妻义务。你还真是疯的优雅，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乔一元。你们这个圈子还在意这些啊？你没来例假呀？你反应也不算太慢。你昨晚是故意把我留下来的。睡得好吗？所以你在画廊都看见了。你是说你跟他咬耳垂的画面啊？看到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放我进来？住在这里，睡在他身边，这些不都是你的愿望吗？再说了，我们是好姐妹，你渴望什么，我给你什么。我成全你，但前提是，只要你能接得住。这次陆先生特意从美国飞回来参加拍卖，他的儿子是自闭症患者，所以这次的善款都会进入自闭症儿童绘画计划的基金。我们还缺一个主推作品。我觉得吧，主推还得是有故事才能叫公益嘛。抓到你了，还跑不跑啊？跑不跑啦？知道错了吧？爸爸，嘿，过来。我想去玩滑板车。乔先生。哦，我想到一个好的主意，秋秋呀，我觉得秋秋是个很棒的选择。你仔细想想，他穷苦出身，好不容易考上美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包装。他不行。为什么不行？每一幅作品在这次拍卖会上，它都代表着我们画廊的声誉，不是随便画几笔就可以上的。他还没有到那个层次。乔先生，我虽然不是什么名家，但我知道我画的东西有灵魂。只要你肯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证明我自己。好，我看行的，他眼睛里有劲儿，有故事，而且画画本身不就是讲故事吗？就这么决定了。走，爸爸带你去玩滑板车。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就是主动出击。果然上钩了。你让我住进来，是因为你怕我，对吧？在来到这里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的生活居然这么轻松舒适。在那么好的阳光下喝茶，浴室里面摆着成套的贵妇护肤品，佣人帮你打理好一切，你只需要负责美就够了。你想把我支走，自己享受这一切。不好意思，我来过，就不想走了。秋秋，太太圈不是这么好混的，他们目光犀利，从小就养尊处优。你单薄的背景、拙劣的演技，他们一眼就能看透。我是怕你没有那个本事，你站得太高，就只能摔得越狠。你可以，我为什么不行啊？请睁大眼睛好好看着，玉玉。
王管家，哎，你手上拿的什么呀？太太的致辞稿，刚帮她打印完的。王管家，太太让您下楼。哦，好，她要挑选礼服。好，走。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矫正自闭症孩子的行为，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矫正，正常。这一季的新品都很漂亮。哎，秋秋，你帮我看看，哪一件比较好啊？都挺好的。那就要最贵的那一件。好，毕竟一件衣服的价格能给人增长底气嘛。哦，对了，秋秋，你想好穿什么了吗？只要穿得够贵，我就和你们一样，我一定会赢。掌声有请我们秋秋女士。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此次拍卖会的善款都会进自闭症儿童绘画计划的基金，为自闭症儿童贡献一份力量。这幅作品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下面有请玉光画室主理人任玉女士和我们的画家上台致辞。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讲述一下这个作品的创作理念。我的创作目的是希望通过这幅画，用艺术矫正自闭症小孩的行为，帮助他们回归正常。他根本不懂自闭症的。你怎么能当着陆总和我们家长这么说呢？就是啊，道歉！怎么能用这样的画作做公益啊？哪儿找的这么没有内涵的女人？你把刚才这句话再说一遍。你知道"矫正"这个词对自闭症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他不是病，不需要矫正。我是按照举办方给的致辞稿说的。致辞稿？你作为一个画家，你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就照着别人的稿子念？你身上这一套够买好几幅画了。你说你是草根？任小姐，这就是你推荐的作者吗？陆先生，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名年轻的画家会急着在媒体面前推销自己，这是我的疏忽。在这里，我替他向您和所有在场的家长表示道歉。任玉，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了。但是我们的合作，以后再说。陆先生，乔先生，你以为你谁啊？有你说话的份儿？各位，这位作者的言论属于个人观点，请媒体朋友注明，其言论与我们主办方无关。我们尊重任何的差异，并且反对一切对特殊人群的标签化表达。稿子里的那2句话，我虽然加粗了，但你可以不读的。是你害我，我只是在验货。很可惜，你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要赶我走，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把自己的活动都搭进去。你图什么呢？图你自己把自己毁了。你知道吗？乔议员这种人，越是主动倒贴，越是容易得手，他就越不珍惜。你以为睡了他就赢了？不是的。我猜那晚过后，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你了吧？你觉得是开始，其实已经结束了。再加上今天画廊的事情，乔议员只会更厌恶你。我其实没有做什么，我不过就是顺势一推。趁我还愿意兑现之前的承诺，你走吧。秋秋，你不是我，你只是跟我之前一样穷而已。
沈玉，哟，这不是那位草根明星吗？幸好人鱼不在，怎么跟块狗皮膏药似的？还嫌摔得不够惨呗？哼！像我们这种人啊，从小就是从泥里爬出来的，皮不厚，是活不到今天的。任总，秋秋还没走，在那边跟太太们打牌呢。说到这儿，我认识一个人，他从城乡结合部的发廊里爬出来，那种地方啊，男人的眼神比手还有，但是光靠洗头是赚不来房租的，所以他只能学习别的手艺。把笑挂稳，把分寸拿准，只要让客人觉得舒服，他才有翻身的可能。搁那儿啊，比这儿好多了。来我这儿吧。好，谢谢师哥。这是他第一次有了跳出去的机会，可他很快就明白，那不是他的终点。太爽快了，仗义。石厂长，这次这个项目如果没有小玉啊，根本谈不成。来来来，王总，我来敬你一杯。我先干为敬啊！换个池塘，鱼还是鱼，但他每一次钓的鱼，都必须要比之前的大。再来，再来，再来！小玉，你也喝。哎呀，柔柔是他最精致的伪装，他懂得，只要他装得足够像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总会有人争着做他的英雄。你们说，像这样一个靠着男人上位的女人，她什么没经历过？发廊的霓虹灯，旧工厂的后门，深夜等车的马路牙子，她都走过。这些啊，是我的人生。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更讨厌我了，可那些都是坏男人，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他们一下呢？其实，我也骗了你们，我不叫秋秋，我的真名是翠华。我叫翠华。哎呀，没事，秋秋，好了，别哭了。我没有想到他这也太可怜了吧。沈玉，你也尝尝被吊着的滋味吧。别哭了，秋秋，有我们呢。别哭了。任小姐，您久等了，这是您之前预定的秀款。好。我现在呀是越来越喜欢秋秋那姑娘了。哎呀，小可怜，又乖又直率的。玉玉，你也在哪？哎，你们听秋秋说她整容的事情了没？是她说她身上就剩2万，敢花18000做鼻子那个事儿。听她说是娶了2人骨店的，当时图便宜找了个小作坊，到现在耳朵还有道疤呢。我劝求也真对不起，任小姐，我是不是弄疼你了？没事，我不要了。看这嘴，我还听说他脾气不好呢。我也听说了。不好意思，乔先生，这么晚来打扰你，我有一幅画忘记拿了。站住！画的什么呀？没什么主题，自画像罢了。这幅画有点隐喻，浴火重生。其实我这次来，不只是为了这幅画，我一直想跟你道歉。上次在画廊，我口无遮拦，得罪了你最重要的客户，是我太想证明我自己了。其实，最应该被矫正的人是我。对不起。好了，你过去的事呢，我都听说了。你想用尽力气讨好全世界，但却没有人在意你。都过去了。真的吗？
乔先生，这不合适。上次在拍卖会，你不就想这样吗？对不起，乔先生，上一次我故意勾引你，是为了得到工作的机会。我对你没意思，对不起，乔先生。你跟乔议员没睡？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怎么会睡你老公呢？你不用在我面前装。玉玉，你跟我说过，让男人上头的女人无非就2种，一种是像你这样的精心包装出来的艺术缪斯，高贵体面，是男人用来撑门面的牌面；还有一种就是徐婷那样的，听话新鲜，随时就能换的消遣。可是你知道他们没见过的是什么样的吗？是那种倔强，带着刺，在泥地里也要向上开的野百合。男人最想征服的，就是他们没见过的。你的过去真的挺好的，我都快被打动了。可是，你任翠华的过去，是不是不止这些啊？你杀过人的，你忘了吗？翠华，救他！救他！救他！听说了吗？他妈都没了。听说了，我还听说他晚上给他爸暖床。你看，你看，听说啊，他爹最爱舔他脚趾头，真贱啊！什么人啊，这是！我靠，看来他这个后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回来了，赶紧做饭去，吃。我该交学费了。过来！放手！放手！装什么贞洁烈女啊！过来吧你！我呀，好歹也算是你老子吧。今天呀，我就教你怎么当好一个女人。我告诉你，你别想碰我！小丫头片子，长大了，翅膀硬了啊！你丫的给我等着！小丫头片子，你就这么对你老子是吧？我他妈就不信治不了你！看我今天玩不玩死你啊！救我！夫人，不好了，画廊出事了！葬身火海，凶手逍遥法外，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替父杀人，血债血偿。任翠华，我终于找到你这个杀人犯！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任总人很好。我胡说八道？你要不要问问他妈是怎么带着他这个拖油瓶低三下四求着我爸收留他？我爸人好，把他们当成亲生母女一样对待，可他呢？趁我爸酒醉，把我爸活活烧死！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杀人放火的？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要知道，诽谤是要坐牢的。诽谤？那你告诉大家，你是不是叫任翠华？不好意思说是吧？我好意思讲，她任翠华16岁卷了家里所有钱跑路，去发廊当了洗头小妹，靠睡男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睡工厂厂长老板，给人当助理，睡供货商自己拿货源，爬到酒店经理的床上认人家当干爹。任翠华，你以为你整胸整脸整屁股，改个名字换套衣服，你就能改头换面，你能重新做人吗？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的一天，这事儿它就没门儿。
人玉，你不是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国外做收藏生意吗？你骗人呢！怎么骗我？好，你说你是我哥哥是吧？那我问你，你父亲被烧死的那天是几月几号？10月、12月吧。几号？过去那么久，我记不清了。你父亲被烧死那天，你不知道是几月几号，你还配当个儿子吗？玉玉根本就不是故意的，他隐瞒是因为他的继父强奸了他。强奸了？救我！喂，要酒吗？我求求你们了，千万不要把玉玉的事情说出去。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放那把火的，我不希望他再受一点伤。谁报的警？警察来了。说一下报警原因。诽谤。警察同志，他把我爸烧死了，他是杀人犯。你说你是我哥，但我的继父和他的儿子都死在那场火灾里了，难不成你是他的鬼魂吗？你放屁！他明明跟我说那场火灾……他？哪个他？女孩子脸很重要，下次再有人打你，先护脸。我要是打不过怎么办？打不过就说明你还不够狠。你继父真的死了？嗯。小希，走了。16岁那年，我第一次见你，我就把自己的软肋交给了你。你想说你曾经对我那么好，我却反咬你一口啊？人鱼，我原本真的很高兴，你可以带我进入到你的世界。你是我第一个想成为的人，你让我看见了光。可你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你一直拿我当工具。可惜啊，我不想当工具。人玉，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亲手把我送上他的床，以为那一晚就能让我变脏，成为他的玩物，你自己就能高我一等。可我偏不，我没有让他碰我，他反倒觉得我难得，更加信我。后来，我用你不要的名字。走过的路，不懈的身世，包装出了任翠华 2.0， 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你。你当年留下的那桩命案，你明知道那只是个意外，真相重要吗？这些手段不都是你教我的吗？是，你说的对，我太自以为是，我没想到你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秋秋，我告诉你，今天我走了之后，你的噩梦才是真正的开始。梁女士，对不起，您不能进去。我是这家画廊的创始人，我为什么不能进？乔先生吩咐的。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儿？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儿？乔议员，这家画廊是我一手做起来的，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一手做起来的，任玉，地产资源启动资金哪个不是靠你老公姓乔才搭上线的？但是客户是我一个一个谈下来的。靠你谈下来的，你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人家是冲着乔氏集团的面子。清醒一点，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你不相信的话，手机掏出来，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啊。你骗了我整整10年，你让我乔议员娶了一个洗头妹，成为整个富豪圈的笑话。乔议员，
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哦，偷偷告诉你啊，财产我已经转移完了，你的卡我已经停了，给你3个小时时间，就3个小时，把你那些破铜烂铁从别墅里给我搬出去，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喂，玉玉，乔一元已经把财产转移得干干净净了，你什么都分不到。求我呀！如果你肯低头认错的话，我可以带你回来的。是吗？你别不信，乔一元说让我做玉光的法人，明天就去办手续。是不是我越想得到什么，你就越想得到什么？只要你求我，我可以。那笔账一定要给我处理干净了，不要让人鱼看出来点什么。给我从境外汇，从那家空壳公司，记住了啊。秋秋，乔一元，我还会杀回来的。任女士，关于假离婚的背景以及对方存在的欺诈意图，如果您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法院是有可能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撤销原协议并重新进行分割的。我们团队非常的有经验，专打。我不打离婚官司，也不准备重新分割财产啊。帮我查这家画廊。当初乔一元坚持让我做这家画廊的法人，我就觉得不对，他不会平白送人东西，更不会平白送我这家画廊。我怀疑这家画廊根本就不是做文化项目的，而是一个工具，用名家字画做幌子，实则洗钱。这家画廊背后的最大股东是一个海外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他的母公司叫从蓝资本。乔一元洗钱的资本就是用这家公司的钱款做背书，只要切断这条背书，他的资金链就会断。我找你们打离婚官司，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去查这家画廊，慢慢查，不着急。秋秋，去监狱做乔一元的妻子吧，而我要用太太圈建立我的情报网，先找到那个能决定你们生死的人。哟，这李总还是这么大方啊！人玉，这么巧？不巧，我在等你。你要干嘛？你这包卖吗？你疯了吧？哦，我知道了，现在离了乔一元，开始沦落到倒卖二手货了。人嘛，得赚钱啊。你呢，想不想赚？哎呀，聊聊嘛。你说这李总身边肯定不会缺年轻漂亮的莉莉安吧？等他腻了，或者是被从太发现了，你说你这包能养你后半辈子吗？而且男人的资产肯定是一分落不到我们身上的。聪明的女人呢，就得把这些体面变现。你想想啊，你这包刚从专柜爆出来吧，发票都是热乎，但是它在你手里每耽搁1分钟就损失1000块，你舍得吗？哇！我再去给你拉点客来。老板，走了，慢走啊，慢走。老板好。别，我们之间没这么多规矩。再说了，这店一直是你在打理，说起来你才是真的老板，我充其量就只是个投资人。最近店里生意怎么样？怎么样？就这周啊，自从你来了，我们的业务量直接翻倍了。
每天约见的太太呀，就有10几位，个个都是冲着你来的。对了，上周收的包啊，都已经鉴定完毕了，已经都上架了。真没想到啊，以前1个月都卖不出去的量，没几天都卖空了。这几年攒下来的钱，随手买了一家二奢店，没想到最后成了我唯一的退路，得用它结识更多的人脉才行。哦，对了，明天还有一批好包要来，你记得准备好现金流。行。经典款 CF， 但是个银色的。王总送您的情人节礼物，说是今年的新款。2021年的款，王总挺敷衍啊。迪奥 Lady， 这还挺难买的，李总还挺有心啊。对，这还是个限量版呢。这只是个经典款，而且二奢店拿的。他敢在二奢店给我买包？哼！不用生气，你们既然来了我这儿，就只要记住一点，这些东西能换多少钱，不要知道他为什么送，从哪儿来的。感情是消耗品，懂行的女人只算回报率。包我们卖了，钱也收了，可是家里面那位要是问起来，我们怎么交代啊？对啊，打开那个看看。我认识国内做 A 货最顶尖的工厂，只要报出型号，就能给你做个一模一样的。任月啊，你家乔总当初送你这些东西，你不会都这么做的吧？一件不留。你的意思是，你那个一整个衣帽间的？对，无一例外，都是假的。那球球他今晚不会带着你的假货去参加那个珠宝晚宴了吧？玉玉，我现在走上你的位置，比你更加成功，可惜你都看不到。这秋啊，秋意画廊的主理人哎，是他呀，好漂亮啊，好好看啊！这个一看就会贵，这身份可一下就上来啊！是，真有气。请等一下啊，小姐，今晚的宾客里可没人敢带赝品出席。这个身份带赝品出席，他是赝品，这个身份，你凭什么说他是赝品？因为真的那条在我这儿。他也有一条，一模一样。怎么是你，任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还有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说他的是真的，我的是假的？因为他是今天这场晚宴的主人，也是这条项链的原主人 Grace 女士。你戴的这条很衬你，符合你的身份。全球都不敢发现多感觉。你是故意来恶心我的。你太高看自己了。不过，你居然真敢把它带出来。算我看走眼了。不过，这也不影响我就是秋意画廊主人的事实。是法人，不是主人。有区别吗？乔一元有没有告诉过你，这家画廊的账上每一笔都是洗钱的痕迹？你坐上去的那个位置不是宝座，是被告席。算了，你放心，我没兴趣为难你，因为在这段婚姻里，乔一元只会比你更恶心。你现在没有筹码为难我们，那就走着瞧。东宫之泪在市面上消失了这么多年，我原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你真是今晚最大的惊喜，任小姐。不知道您是哪家的千金？其实是这样，我是因为幸运认识一些老的收藏家，从他们那儿……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晚的宾客名单里并没有你的名字。你是谁？你知道的。
这里到处都是藏品，如果使用了什么非法手段不请自来，那可是要吃牢狱官司的。你这是今晚有大事儿啊？金罗兰 Grace 的珠宝晚宴，你有邀请函？没有。没有。那没有，你凭什么进去啊？你就告诉我嘛。东宫之泪，上个世纪20年代俄罗斯流亡贵族委托卡地亚定制的，象征的是罗曼诺夫王朝陨落时女皇最后的眼泪，真是能出现在我们店里的？当然是我租的，可心疼坏我了。不过它能成为一张入场券，倒也值了。投机取巧混了进来，想开辟一些海外关系，没想到还是没混过去。Grace， 李总，你终于来了，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误会了。我其实今晚是李总的艺术顾问，我今天是陪他来的。又闪闪的，你看你那个戒指，又闪闪。我之前是做画廊的，我经手的画家从新锐到大师都有。如果想买画的话，可以联系我。二奢店？对，二奢店其实比表面上要热闹很多。上到那些爱玩收藏的老钱贵族，下到爱混圈、傍大款的那些假名媛，他们都爱去那里逛一逛。有的时候反而能从那里淘到一些正常渠道淘不到的东西，满足特殊需求。艺术顾问，我怎么不记得被你指导过？借李总你的名号挡一下，李总这么大度，应该不至于跟我计较吧？要是我偏要计较呢？那李总就得想清楚有没有资格，毕竟我前2天刚跟莉莉安见过面，聊了不少呢。你在挑衅我？我以为这是挑逗呢。你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我以为我再见不到你了，但没想到还能看到你穿成这样，带这样的珠宝出现在这种地方。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但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我什么需求啊？钓男人啊。你应该去旁边的科技理工论坛，满场的理工男头脑简单，荷尔蒙旺盛，你只要和他们说几句关于艺术的话，他们就会把你当女神这样供起来，而不是在这场海龟宴上，没有一个人认识，就想要另起炉灶。说实话，我现在对你们这些男人已经不感兴趣了。方才不怕我揭穿你啊？不怕，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欢迎光临，女士，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Grace 女士，欢迎光临。您今天来是要买东西还是卖东西？我带您四处看看。你这家店比我想象的有意思。不过我是来找你帮忙的，我想找一幅画，没有编号，没有标签，也没有入过卖场，正规渠道找不到。昨天你说过，二奢店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想来问问你。没问题，但是我需要提前预付款。只要能找到，随你开价。我不要钱。从蓝资本，我要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你有多大把握能找到？100%。成交。不过，从蓝资本背后的人，李云崇没告诉你吗？他叫阿曼达，从事集团掌门人，也是李云崇的太太。他叫阿曼达，也是李云崇的太太。你记得给他包好。有什么呢？你把这个邮件为您服务的。听说你很会帮人挑礼物，我就来试试看。送什么样的人？女人。哪种女人？聪明，嘴硬，会利用人，能靠一件租来的珠宝就能混进私人晚宴，还装得比谁都优雅。他越是游刃有余，我越是想要掀起他那重重的壳，看看底下是不是一样的淡定。
听起来挺不简单的，成功引起你的注意了。我就想要知道，什么样的礼物能让他露出一点破绽？预算多少？不限。要我选的话，我会选这款爱马仕的小房子，原主人刚从专柜抱出来就拿来寄卖了，全新的。你觉得他会喜欢这个包？没有女人会拒绝这款包，它值的不只是钱，还有体面、幻觉和一点点的假装的爱情。这种女人我最懂了。好，李总，谢谢。男人果然是不懂不记，也不上心。对了，这个包是你哄骗莉莉安卖给你，现在又转卖给我，那你现在心里面是不是觉得我人傻钱多啊？怎么会呢？李总的眼光一向很好，能在一堆旧物里挑出那一件最值得再买一次的。今天多谢李总的光顾，下次我请您吃饭。下次是什么时候？明晚。明晚我有空。李总，你找我啊？这包我知道，这包是任玉忽悠你买的。他现在又转卖给我。这他怎么这样？把我卖了就算了，他怎么好意思再找你要笔钱？我倒是觉得他挺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完成2笔 KPI。你以后要是需要钱，就直说。我们2个本来就是利益交换。你不要包，我可以给现金。怎么样，乔太太的位置坐得还习惯吗？议员，这几笔大额转账备注的都是艺术品采购，但收款方是一家我们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公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是合作的一些基础往来，你不用管这些。你呢，只管画好画，参加活动，把名字签好就可以了。可上面签的都是我的名字。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对不对？你好好想一想，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而且，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吗？好了，开心点。阿曼达下周生日，你要不要表示一下？表示什么？她是从家唯一的继承人，也是你名义上的妻子。你们可以长时间异国不联系，但生日这种重要时刻，还是要做些表面文章的吧。今晚7点。我还有一个疑问，既然要找阿曼达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找她的老公李总？他不会帮我的，男人嘛，无利不起早，没点好处他是不会帮我的。但如果我满足了他的好处，那吃亏的就是我了。那幅画你有把握能搞到？你看，手上多留几张牌，总归不是坏事。而且，原来我把男人当成攻略的目标，觉得拿下一个有钱人就是赢。但现在我明白了，男人都是利用的工具，他们的感情最不可靠，可是他们的欲望、软肋、算盘，这些才是靠得住的。今晚我约了几位收藏大家，见一下。我今晚约人了。李总，你的外卖。
嗨，李总，说好今晚请你吃大餐，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每样都点了一份，祝您用餐愉快。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我说的是和你一起吃。请吧。里面。坐。所以泡面与法餐之间，你选择了泡面。那要是每个客户都要跟我吃饭，我还有没有自己的生活了？这泡面你吃吗？成本就6块钱，热量呢也只顶半个盒干。那什么样的客户可以和你一块吃饭啊？怎么也得是这种吧？这单要是成了，让我陪他连吃3天都行。你在中介群里面找藏品？你可别小瞧他们好吧？这种高端盘的中介，谁家有古董，谁家挂着真迹，他门儿清。而且这个高级会所的经理，他专门服务你们这个圈子的，知道的秘密可多了去了。李总，你该不会是金字塔顶端待久了，忘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了吧？姐，这栋别墅刚挂出来，我去拍的视频。你看书房里这幅画是不是你找的那幅画呀？哎，远恒集团的 CEO 你认识吗？我认不认识，那就要看你表现了。我陪你吃顿饭。不够。那你看看我家，看上什么了直接拿走。包括你吗？你看，乱说遭天谴了吧？谢了啊，这老小区老停电，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又不是真没钱，就不能换一个地方吗？我又不打算一直住在这里，这不过是我的临时落脚点。你们女人还真是视包如命啊！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一堆牌子货。你觉得真的视包如命的人，他会把这包堆成这么一筐吗？假的，这些足够给你判刑了。我这个人呢，底牌已经够差了，我能活成什么样，那都是赚的。再说了，未知的危险和当下的爽感，我肯定选后者呀。你这个人有些时候还真的挺让人好奇的。啊，我也有一个事儿很好奇。说。你的真名叫什么呀？什么意思啊？李云虫，这名一听就太装了。你这种凤凰男怎么可能叫这种名字？我真的是叫李云虫啊。虽然我家里都是农村的，但是我爷爷是村里面唯一一个大学生，就是他给我取的。他还和我说过，人不能总是趴在地上，总要抬头看看天。你爷爷真有文化。我就随口一说，李总你别破防啊！不，没有破防，你真不信吗？我可以拿身份证给你看啊！你们这种有钱人办个身份证有什么难的呀？任翠华，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你都不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客人吗？都不给我倒点水。你可以吃吗？哎呀，我不吃，你都没洗，不要。不用洗。这经常停电你不怕吗？不怕啊，要是我怕的话，我半夜变成鬼来抓你。你到底吃不吃啊？所以昨晚那顿饭，你是故意放李总鸽子的？我早就知道那幅画在姚总手里，但一直没有找到搭上姚总的线。现在这个突破口就是李云虫。那你就这么笃定你的方式有用？最精明的猎人从不追着猎物跑，而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当他以为是他在掌控一切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掉入了陷阱里。所以你就准备了外卖、老楼、断电、烛光。你演落难的灰姑娘，他演雪中送炭的男主。
对于这种身经百战的男人来说，最忌讳女人太有目的。但是如果你让他觉得是他在掌控一切，他只是英雄救美时，那他的防线往往比你想象的更低。好，不过我觉得你最牛的是用她老公的人脉给她卸了榜。巧了，我和姚总今天同一班飞机。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啊？什么时候再回北京，我约你吃个饭。我这边正好有个朋友，李总，起飞升起小桌板。李总来了，谢谢。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我说飞机快飞了，我下次回到北京我就来帮你约。谁知道下次是哪次啊？姚总您好，我经常替李总提起您。小姐，飞机即将起飞，请尽快入座。好。飞机即将起飞，请尽快入座。谢了。姚总您好，我的名字叫任月，我是想从您手上买一幅画。可以啊，有时间提前约一下。不知道任小姐喜欢什么样的画？走吧。我不上车了，我得回去了。你坐头等舱绕一圈，就是为了和姚总说几句话。你大可等到我回北京帮你约啊。那我现在已经拿下那幅画了，我要是等可等不来这种速度。你这个女人可真是疯了。酒店我已经帮你订好了，休息完再走。我买了回去的航班，才300，性价比很高。我刚帮你搞定了大客户，你就这样拒绝我？那这样，等你回去了，我请你吃大餐，一起吃的那种。我不要，我现在就要和你一起去。唱这个。景文耀，哎，这不是小李吗？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店忘光光了呢。甄姐，你还记得我呀？哎，我大学的时候老来这里蹭饭，这家炒面是一绝。甄姐，他叫任玉，我是他邻居啊，邻居啊。甄姐，一会儿给我来一坛你们这里度数最高的杨梅酒。我邻居今天谈成了一个大单，得好好庆祝。我那酒你还敢给人喝啊？没事儿，他比上次那个女孩酒量好。你怎么知道我酒量好的？你应该问那个女孩是谁。慢慢喝啊。谢谢。重要吗？最重要的难道不是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我吗？好好喝啊！好喝吗？好喝你就多喝一点，我买单。不是说好了我请客吗？欠着吧，这样你以后喝酒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了。你要是愿意请我喝咖啡的话，可能我会变成那个忍不住想你的人。那你经常喝咖啡吗？几乎每天。那你还想走吗？接下来去哪儿？这里就是我以前读书的地方。来，过来，你用你手机帮我打个灯。哎，在这儿。这是什么？
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啊，我们班主任就和我们说，留给我们未来的自己，要是哪天成功了，就回来把它打开。快打开看看。学生证，李云虫，1991年，你才35岁啊？你才35岁啊？什么叫才35岁？我看起来很老吗？也没有啦，只要是你平时都是以成熟稳重的形象，没想到你还是个青年才俊呢。那你喜欢成熟稳重型的吗？我喜欢天才少年型的。那又要让你失望了。什么天才少年，在从家赘婿的身份面前，都不值一提。有什么好失望的？15岁就考上了复旦大学，35岁就当上上市公司的老板，你的每个经历都让我无比的佩服啊！我是真的靠从家。那又怎么样呢？你让乔一元去做，他能混得比你更好？再说了，那些说酸言酸语的人，他们是巴不得你赶紧下得他们好自己补位，对吧？还有啊，从家这棵大树你就该紧紧的抱住，然后榨干它的每一分价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是真还嚷什么呢？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寝室啊？快走！哎，别跑，别跑啊！哪个宿舍的？据说是姚总爱不释手的私藏，老板真厉害。不是啊，你还要飞过去，亲自上门送话。我来电话了，你帮我拿一下。啊，好，给我吧。喂，亲爱的，你不用飞过去了，客户回国了，我把地址发给你，你直接送到他家去。好。还有啊，忘了跟你说了，这幅画的客户就是阿曼达。气泡袋呢要多包几次，边角都不能放过。这位就是任小姐。太感谢你了，任小姐。那幅画呀，我找了好久了。Grace 说你都要去欧洲给我送画了，真的太感谢你了。不知道您突然回国了，我这来的仓促，也没有准备别的什么东西。不需要别的，有那幅画就够了。我们刚好要开饭，进来吧。不用了，都付碗筷的事。你嫁给乔一元的时候，我在国外，都没来得及认识你。哦，对了，我老公也在家。这么巧，李总，我听 Grace 说你在二奢的圈子很有名，嗅觉很灵敏。那幅画找到的人并不多。我就是运气比较好，恰巧认识几个藏家。我听说那幅画之前在姚总手里。哎，那个姚总不也是你的朋友吗？是，我正好给李总做艺术顾问，恰巧认识了姚总。对 ，Grace 是跟我说过。可是老公，我怎么没听你跟我说过，你对艺术也感兴趣啊？这几年都在国外，这是公司新开展的一个艺术藏品的一个渠道，新开拓的。开拓？什么时候开拓的？不会是最近吧？看来我回国呀，回的正是时候。有些变化，我也该留意留意。来，不如我们一块儿干一杯。
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啊。我跟李总之前是邻居，现在李总又是我的客户，我对工作一向还是蛮上心的。客户？没错，这客户经营啊，可是门学问。经营的好，细水长流；可是经营的太好，容易走心。还好，我清楚我的工作范围在哪，知道底线在哪里。懂进退的女人不多，特别是聪明又有智慧的女人。我很欣赏你。来，那祝我们各自安好。Cheers。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什么时候开始利用我的？从知道 Grace 是你老婆那边的人开始，我清楚她要找这幅画，而你是我唯一能够搭上姚总的方式。利用我的人脉去讨好我老婆，任云，你真的是挺有能耐的。谢谢李总的夸奖。我没有想到 Amanda 会提前回国，不过即使你想到了，你还是会这样做。吃吧。你是在生气吗？没有，任小姐只是做了自己一贯的选择。李云虫，我帮你妻子找到了她想要的那幅画，你不是应该跟我说声感谢吗？我只是没办法定义我们这种荒谬的关系。阿曼达对你这次找到这幅画非常满意，你算是彻底进入到他的圈子了。但是我听说他常年定居国外，这次突然回国是要开展什么新的业务吗？他呀，在国外和小情人玩得开心着呢。国内的事业呢，又有一个免费劳动力，她老公亲自打理，所以啊，她其实早就可以提前退休了。只不过国内的老公不听话，所以只好她回来主持大局了。昨天的酒觉得怎么样？巴罗洛酒体饱满，丹宁柔化的也不错。那酒是2016年的，那年皮埃蒙特的雨水特别足，我都怕有点烈。醒酒师时机掐得很好，醒得刚刚好。想回去吗？回哪儿？回到你熟悉的生活。都是假的，远看还能唬唬人，但是山寨就是山寨，这个皮一闻味道就露馅。你觉得像不像李云虫？他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挺聪明的。没错，我当年之所以选中他，也是因为这个。长得好看，脑子好，懂得什么时候低头。
我一直以为他只想坐享其成，没想到背地里给我搞个云城控股，吃着我从家的资源，还想自立门户。任小姐，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太贪心了？我需要你帮我。我帮你？李云城不是个轻易能透露情绪的人，但是你让他表露了，怎么不忍心？我是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我帮了你，又能拿到什么好处？我就说嘛，我非常欣赏你的聪明，我喜欢听你讲红酒，讲拍卖，那才是你应该待的世界，你应该回到那个世界里。你知道，我可以帮你。除了回到原来的世界，我还要乔一元身败名裂。那这一次，你可要让李云城乖一点哦。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这次云城一旦参与竞标，你和阿曼达就算彻底明牌了。这些年我一个人撑起他的公司，拿地、跑融资、谈项目，到最后呢，我连1个点的股权都没有拿到，我不想再等了。可是你现在的报价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任小姐，任小姐，李总在谈事。任小姐，你没有预约不能进的。莉莉安，能麻烦你先出去一下吗？我想单独跟他聊几句。你那天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哪句？我只是没办法定义我们这种荒谬的关系。你到底在想什么？这几天你继续会议，继续工作，继续一切，可是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那现在呢？你想让我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我不要答案，我只想知道你想怎么定义我们？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先问你的。李云城，如果我给你回应，那你又该怎么回应我呢？我送你回去。问题和答案我已经清楚了，对不起，你当我今天没来找过你。为了留住我，需要演到这种程度吗？你是要来帮我修灯泡的吗？说说吧，你的世界怎么了？你确定现在这个姿势还想听我讲故事？
那么换个姿势，你告诉我，李总啊，那边投放结果出来了，价钱太高了，让我们降一下。那降1个点。好，那就13个亿。好。干得不错，刚刚收到消息，城中一郎我拿下了。恭喜你，首战告捷。比你给的价格低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足够。云城已经出局了，能从我老公嘴里套出底价，真不容易啊。他这个人小心谨慎，疑心很重，一般人可套不出实话。我挺欣赏你的，真的。投标结果出来了，是阿曼达中标，他最后的价格几乎踩在我们的底价上，你不觉得很蹊跷吗？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中标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为这个项目准备了多久，就这么送给他了？啊！你去哪儿啊？接下来我们怎么应对啊？丛总，有人来访。你不是要他身败名裂吗？时机刚刚好。阿曼达姐，听说你回国定居了，我们又可以成为邻居了。要变天幕的花瓶，名家烧制，独一无二，一点小心意。你们可太客气了。玉玉，来插花。来了。这个釉色遇水容易开裂，不适合插花的。送我的东西，轮得着你来教我咋做？哎呀，怎么那么容易就碎了？喜欢吗？喜欢的话，我下个月去色府杯给你拍件更好的。阿曼达姐，我有点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你聊一聊。正好，我出去透口气。去吧。我们那边聊。李总心情不好，坐这儿抽烟啊？没有，利用完我就不装了。还有烟吗？没了。应该没有什么事能让你一个人坐这儿抽烟，这不像你。
不用对我心软，你不择手段利用人的样子最好看。玉光画廊是乔一元最大的软肋，他这些年靠他洗钱、造假、倒卖赝品，每一条都够他蹲好几年。而且，你知道他做这些的本钱从哪里来的吗？从事给他的基金背书。没错。可是你知不知道，乔一元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都很清楚。我当然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肯定逃不过你，但是你假装没有看到。水至清则无鱼，这个圈子没有人的手是干净的。只要他不影响我的盘子，我也懒得理他。那现在呢？现在我不是说了吗？如果你对我有更大的价值，我也不介意给你回报。喂，阿曼达，你是不是拿下了城中一郎项目？我劝你别接啊，那水太深了。不是，这个项目不是云城想要的吗？李云虫一直盯着的呀。假的，都是李云虫放出来的风，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你以为你捡个漏，其实是他故意给你埋的雷。怎么了吗？我们被李云虫摆了一道。什么意思？云虫根本就不想要那个项目，城中一郎是他故意让给我们从事的。他知道我在查他，所以故意放出一个底价给你，然后你再恰到好处的转发给我。没想到他能把你耍得团团转，他在你面前演了这么大一出戏，你居然一点都不知道。任玉，你老实告诉我，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你已经深陷其中，不想知道？我不是故意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吃亏的是我呀，看来我看人的眼光还是差了一点。还有，既然想让我帮你，你自己想想，你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价值？喂，乔一元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漏洞？没有，乔一元非常谨慎，账面做得干干净净。此前走了3层境外壳公司，每一层都是不同的法人，我们抓不到一点线索。曹总，有什么事吗？把李云虫后面的工作都给我推了，我现在要见他。李总已经请假了，说身体不适，把1年假都给休了。他不是个工作狂吗？怎么会请假？这我不清楚。你可真行，你和乔一元去开房了？去酒店就一定是开房啊？再说了，我想睡就睡了。啊，你该不会是因为你没先得手，心里不爽了？别玩火，小心烧到你自己。
心疼我。你当初利用我做局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你别拿我当棋子吗？要是我没有用，你会在我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吗？乔渊手上到底有什么，能让你付出这种代价？有能让他进监狱的证据。我要拿到他拿画廊洗钱的海外账户。你知不知道查这些不一定要付出身体的？但是这招最管用啊！你喜欢的不就是我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吗？来，你看看这儿啊，阴暗、潮湿，没有退路。我们要是想去到那个优雅繁华的世界的话，我们总得付出点什么吧？比如骨气、尊严。你当初不也是牺牲了色相，舔着脸进的从家吗？我们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类人，只不过各凭手段罢了。我知道我是什么东西，但我不想看着你和我一样。我心疼你。李云城，你真是挺没意思的。怎么样有意思？谈恋爱有意思吗？你以为谁都想跟你谈恋爱啊？那接吻呢？接吻有意思吗？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我是你的情人吗？以后别再空口说心疼。你们男人的嘴最廉价了。以后别再空口说心疼。你们男人的嘴最廉价了。请吧。给我查。他挪用资金用画廊做假账，想栽赃给我，这些你们都查不到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的账目全都做了手脚，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除非能拿到他隐藏在海外的账户，不然我们没有起诉依据。
乔总，有警察找你。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涉嫌利用秋意画廊倒卖赝品，并进行巨额资金的转账。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已经收集了你海外资金转账的完整证据，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是，谁举报的我啊？带走。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吧？别废话。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乔一元的隐藏账户被人举报了，是不是故意竖牌给我的？没有。哪位是秋秋女士？你名下的秋意画廊涉嫌参与非法交易，跟我们走一趟。是什么？好在举报人查出了乔一元隐藏账户，不然这次他又能全身而退。不过秋秋有点惨，什么都不知道，却被列成了共犯。按照目前的情况，至少3年起。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秋秋。秋秋，你呢？任玉。我本来是可以收留你的，可你刚刚打跑了我这个月唯一的收入来源。生日快乐！我已经好久没给人过生日了。我还能帮你做什么？我还可以。秋秋，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的生活居然这么轻松舒适。我原本真的很高兴，你可以带我进入到你的世界。你是我第一个想成为的人，你让我看见了光。可你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你一直拿我当工具。走吧。怎么是你？那你以为是谁做的呢？我本来就是被冤枉的。那乔一元呢？你还担心他？我是想知道他是不是死定了。是，他罪有应得。想吃冰棍吗？任玉，我不想吃雪糕刺客。那你想要哪种？我想吃小时候那种5毛钱一个，吃了能让舌头变色的棒冰。别哭了。这种，全是香精味，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味道。我现在还可以出国留学吗？现在知道男人靠不住了。
我一直都知道男人靠不住，只是我之前的世界太小了，眼睛里面只有你，总想要赢过你。不过，我看了你的世界，说实话，也没有那么让人羡慕。我不想再待在你的世界了，我想要找一个哪怕破一点、小一点，但是是属于我自己的地方。给你，你的世界其实一直都在。你不是想开间画室，里面种满薄荷，然后再养一只小猫，给它取名叫拿铁吗？只是你自己把它忘了。那你现在原谅我了吗？那你现在原谅我了吗？也谈不上原谅吧。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忘不了的，但也不恨了。过去的就让它都过去吧。谢谢你帮了我，请你吃饭吧。这次不是外卖，是我和你一起吃饭的那种。好，谢谢。小心烫。哎，好香。尝尝。哎，行，这就回去了啊。你很久都没吃这种东西了吧？我上次吃这个也是和你，就是因为你不和我去吃法餐。你知道我的，一向不按常理出牌，你早就该习惯了。早知道归早知道，账还是要算的。正好，这笔账正好一起清算吧。从老爷子过世的早，外界一直以为Amanda 才是从氏的唯一继承人，但其实从老爷子在外面还有个儿子。所以这股权就算他不分你，他也未必能拿到全股。你本来可以拿这个东西换到更多你想要的，你为什么要给我？因为你帮了我，还你一份，这很正常。人情是你说想还就能还的吗？任宇，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得这么清楚？
因为你说的没错，我们谁都无法定义这种荒谬的关系。我们其实是一类人，为了向上爬，可以不计代价，可以互相利用。沈月，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究竟会做出哪些事情来。哎呀，我不吃，你都没洗。你用水洗一洗干嘛？是经常停电，你不怕吗？过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你过不来这种日子了是吧？我心疼你。你以为谁都想跟你谈恋爱？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我是你的情人吗？所以再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会成为伤彼此最深的人。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不相欠了。好，这一局我认输。李云宠，你说过城中一郎的事情你可以解决，咱们来谈谈条件。我知道你要股份，要掌控权，我都可以给。但是，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你想清楚。不用了。不用。你什么意思？这些不是你之前一直想要的吗？你就是想看着我从家身败名裂是吗？总了，从家虽然倒了，可是底子还在。李云宠，你别太过分。你误会我了，我这次会帮从家，但我有个条件。离婚。都准备好了。李云宠，你疯了吧？这个是爸爸在外面私生子的资料。所以拿这个威胁我？不是威胁，是临别的礼物。从伟，我们两个早就没感情了。你这些年在国外混得小情人也挺开心的，这次回来正好，可以准备一下遗产的事儿。所以你帮我，就是为了离开我？李云宠，你不会跟我说，你真爱上任玉那个女人了吧？她不过是一枚用完就丢的棋子，你不过是她的垫脚石。你们俩互相利用，互相算计，两个人看过对方最肮脏的样子，你跟我说两个遍体鳞伤的人还能相爱？你这样的人现在跟我谈爱情？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刀口，靠近了才能闻得出那血腥味儿。签字吧，祝一切都好。小心一点啊，不要碰框架。慢点，慢点啊！任月，李总来找过你吗？没有，怎么了？我真不知道他抽什么风。从维刚答应要给他股份，昨天董事会都已经开会通过了他要升职的事情，
结果他今天早上突然给全公司发了离婚公告和离职邮件，然后电话关机，整个人消失了。从家秩序再不堪，出门别人也会给他几分薄面。他拼了半辈子，为了那点金钱、事业、人脉，被人当狗屎都忍了那么久，结果临门一脚，突然放弃了。哦，对了，你知道他离职邮件里写了什么吗？就写了一句话：我要去看看我头顶的天空。这算什么？中年版追梦赤子心吗？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我要去看看头顶的天空。沈月，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人不能老趴在地上，也要抬头看看天。所以，我也要去看看我的天空。原来他的意思是再见。这幅画叫什么啊？这幅画叫做《不松手的人》，是我最喜欢的画作。接下来大家可以自行参观一下。乔议员把我赶出画廊时说，没有乔太太的身份，谁都不会多看我一眼。现在他应该能看到，我活成了无可替代的人。这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乔太太，而是因为任玉。任玉，昨天来了个快递，写了张纸条，让我务必在开业今天给你。哦对，还有啊，乔议员判涉案金额已经确认，房产业已经被法院冻结了，正在法拍。您看这别墅啊，它就晚上看是最好看的。这别墅虽然是法拍房，这个价格在这样的富人区10年难得一见呢。格局、地段都非常的好。这边还有休闲室、茶室，那扇门还连接了棋牌室。休息区呢还有壁炉，冬天这个室内是非常暖和的。这些绿植呢，定期都会有人安排养护，家里整个的环境都是特别好的。这是私藏区。本来以为啊，这些包能卖不少钱，结果每一件都是假的。你说有钱人为什么也这样呢？男人拿假情假意糊弄女人，女人就拿假货糊弄回去。毕竟把钱留在自己手上才是天经地义嘛。好久不见，任总，我们之后的合作费先了。哇，任小姐今天真的好漂亮啊！谢谢。听说了吗？隔壁金融论坛那个很火的科技金融新贵也会来，准备上市很火的那个，你知道吧？就是靠那个 AI 量化技术赚了几个亿的大神，各种私募可都抢着要他。这还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真不巧啊，在这儿碰上了。不巧，哪有这么多偶遇啊？我就在这儿堵你呢。我想你了。现在我也有身份在见你了。我们都见过彼此这么糟糕的一面，你不怕？不怕，
你还能要了我的命？李总，该准备致辞了。好。哎，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来，看你。上边